李长寿也不是一味的被动等待。他再次出手的时机虽然要等到西方再出手，龙族内部矛盾爆发，但是在此之前他也可以做许多的布置安排。比如他安排敖乙经营龙族内部的人脉网络，结交各类龙族实权人物，暗中交好一些实力强劲但是地位不高的龙族将领。又比如李长寿让木工安排几名天庭天将，没事就去四海巡视，与龙宫增进交流。待龙宫局势基本平稳，李长寿也恢复了自己的日常，炼丹后材，完善小雄风防御体系，并抽时间奖励师妹。金仙节自然是要准备的，而门内的那一位天仙境高手王富贵忘情上人，在道心圆满人生无憾之后，道心圆满已经在渡劫的边缘，预计50年之内必定会渡劫。这让李长寿颇为感慨，自己之前为了穷凶极恶小师祖闷骚纯阳王富贵做的这些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有一个参考，自己的把握必然会大上许多。值得一提的是，小师祖真的搬去了忘情居，而作为非等量交换，躲着小师祖的九九彻底定居在了小琼峰的棋牌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琼峰好像是确实是赚了，就是可惜了那一套超豪华的阁楼防御阵势。李长寿都想把那边的阵基给拆了，改装到棋牌室了。这一日，趁着九九喝醉了，闭关修行，李长寿将近年来修行勤勉了许多的灵娥，与一直努力上进但修元神道确实是差了一点天赋的熊灵力喊到了湖边草屋，布置结界，开启阵法。李长寿看着眼前这一雄壮一娇弱的两个妹子，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今日我要为灵娥讲修行法，与成仙道基如何打基础。灵力，你如今也在修元神之道，可以在一旁旁听，若有疑惑不明之处，尽管发问，不必太过拘谨。灵娥与熊灵力同时答应。是。当下李长寿开始讲修行之道，开悟修行之法。为了让两个人理解更为透彻，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习惯用一些奇妙的比喻，时而也逗得灵娥不断的忍笑。听师兄讲道，其实是灵娥最为钟爱的事之一。只可惜随着他的修为渐渐提升，师兄2次讲道的间隔也越来越长。这也并非是李长寿偷懒，或是有意疏远，实在是讲的道理越发的高深，灵娥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消化掉。从清晨到日暮，灵娥问了几个修道上的疑惑，李长寿都详尽解答。一旁的熊灵力也想问几个问题，但憋了半天也不敢麻烦海神大人，最后只敢问出一个偏门也是最疑惑的洪荒冷知识。表兄，我能问一个跟修行不相关的问题吗？当然可以了，问就是了。为啥感觉咱们小琼峰上的灵兽比我在外面打猎时候抓到的灵兽都要好吃很多呢？李长寿不由哑然，一旁的灵娥禁不住笑出声来。灵娥笑道那自然是你养的好啦。不尽然，李长寿笑着摇摇头。世间万物皆有其道，凡俗仙尘皆在其理。灵力问的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笑话，实际上也有内理可循。洪荒自古而来，已过悠悠岁月，如今人族炼气士当道，更是有不少喜好烤涮煎炸炒味之道。如今咱们能在防阵之中直接买到的那些常见的食用灵兽，实际上绝对不比外面野生的灵兽味道差，甚至他们更是早已经被众多炼气士一步一步甄别选出，加以培育，优化了口感。而那些在漫长岁月中没被选中的灵兽，大部分的口感自然要比这些被选中传承至今的灵兽差了一些。所以呢，凡事不必追求新奇，古人早已为咱们做了甄选，这就是一种道。道藏于天地之间，
藏于碗筷之中，藏于沙尘之内。罢了，不多说了。哇！熊玲丽两只大手托着她那张小巧的脸颊，眼底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而灵儿小嘴微张，有些痴迷地看着自家师兄。她就喜欢师兄随便一件事都能扯出这么多道理的亚子。当然了，这话也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夜幕来临，月明星稀，李长寿让熊玲丽去搞了一只灵兽过来，现场讲解兽丁解兽的秘籍，为灵儿和熊玲丽打开了洪荒餐饮的新层次。这边吃得正欢呢，一道5尺高的身影驾云到了小琼峰外，看着左右无人，闪身进了小琼峰暗中升级过的隔绝大阵，朝着湖边落来。九无看着湖边李长寿正和灵娥、熊玲丽大快朵颐的情形，略微愣了一下。少见呢，长寿竟然不是在丹房那边。这矮道人犹豫了少许，还是驾云落了下去。这次答应了那位长老，海口都夸出去了，怎么也要把这事办成了。李长寿已经在九巫身上看到了少许犹豫，对灵娥和灵丽言说两句，主动朝着九巫师伯迎来。一见面，李长寿就从九巫师伯那闪闪躲躲的眼神当中看出了少许猫腻。师伯，可是忘情师伯祖与我家师祖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九巫连忙摇头，也知自己在这个师侄面前不必拐弯抹角，拐弯抹角反而更容易被安排。九巫看了眼左右，低声道：长寿啊，这几个月放百凡殿那边的雄心丹，你是不是给停了？不错。李长寿笑道，最近在准备渡劫，炼丹的功夫少了，而且根据外务长老所说，已经有2个月没有长老执事去百凡殿中兑换雄心丹，我就停了雄心丹的供应。按理说此时在百凡殿中还有雄心丹存留才对。这个九巫讪笑了一声，低声道其实还是有长老需求雄心丹的，只是碍于面皮。哎呀，你懂的。李长寿淡然道：师伯是为了雄心丹跑这一趟？不错啊。九巫点点头，笑道：咱们一位长老，他有一个朋友。给。李长寿拿出了一只玉瓶，叹道：最后的一壶雄心丹了，总共30枚，师伯，你一定要细着送啊。九巫顿时喜笑颜开，将玉瓶接了过来，在袖中拿出了2只宝囊。这是那长老给的谢礼啊，师伯这次就不拿。等会儿，最后一壶，是指你以后不炼制雄心丹了？不错，此前就已经几次说不炼雄心丹了，但是每次都被这般人情所困扰。最起码渡劫之前，我是不会炼制这些对渡劫无用之丹了。九无闻言面露正色，言道：这事也怪我。行，你以后不必担心，我也不招揽这般事了啊。李长寿含笑点头，心底也放下了这一件小小的挂念。因缘之事，干涉命理，就如他教训灵娥那般，其实是比较大的因果。雄心丹如果是帮助那些老仙人，让他们迸发雄心，找回自信，重塑第二春，那自然是善缘善事，哪怕没有功德，也能赚许多人情。但是雄心丹一旦流露出去，被用在明抢仙女、暗破仙男这种事情上，那就是恶果了。现如今借着渡劫这个借口完全终止，也不会得罪了谁。送走九巫，李长寿哼着灵娥长弹的某段曲调，朝丹房飘落。从明天起，做一个充实的炼气师，修道、炼丹，努力长生。从明天起，关心灵术和仙斗。贫道有一座小琼峰，
面朝天庭，春暖花开。明天开始，终于不用做渡仙门小月老了。李长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刚在丹炉前打坐，准备炼制一炉给灵娥渡劫时用的特效丹，心底突然微微颤动。海神庙有客到。神念落在了一处神庙的神像上，顿时看到了那位熟悉的背影，东木公。李长寿仔细辨认了一下东木公的气息，注重细节比对，确定是东木公本人，才开启了地下的指导人，以慈眉善目的老神仙模样现身，与木公寒暄几句。这一次木公倒是不坐，也不想喝茶，反而将李长寿拉到角落中，嘿嘿一笑。怎么感觉今日的木公，未来的纯阳剑仙吕洞宾，有一点不正经？海神，猜我这次给你带来了什么？正是任命神位的旨意？不对，若是这般任命，那应该是大张旗鼓，仙光加持，乐团相随。这是彰显天庭威仪的好机会，不能如此浪费。那还能有什么？难不成？李长寿笑道，莫非是重塑道躯的宝物？非也非也。木公轻轻摇头，言道，那般宝物大多不太珍贵，但十分稀少罕见，而且也没人特意去搜集，故比较难找寻。上次海神你不是问天庭有没有类似于相思宝树同等效果的灵药吗？李长寿的心底突然有一种不太妙的预感。对，嘿嘿，给你看个小宝贝。木工在宽袖中一摸，拿出了一只让李长寿有些眼熟但是小了许多的盆栽。这浓郁的天道功德，这玄妙的大道道运，这不是当初与月老老铁第一次见面时梦境中的月老拿着扎我的相思宝树吗？李长寿还在发愣，木工已经是将这小号的宝树塞到了李长寿的手中，笑道，当时陛下一听海神你的诉求，大手一挥就到，给长庚爱卿用功德培植一株，直接送过去便是了。之前因这宝树没培育好，也就瞒着海神道友，今日总算成了，我连夜从月老那边取了，送来给道友你。说着，东木公拍着李长寿的胳膊，道友，这是天道重器，后天功德灵宝，更是陛下的隆恩呐。多谢。李长寿端着这只满满功德的相思小宝树，露出了感激并咬牙的微笑。多谢陛下恩典，臣在这里给陛下谢礼了。东木公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那这样我就回去了，此宝善用哦。洪荒人生中，李长寿第一件后天灵宝级的宝物是云中子前辈看在大法师的面子上赠送的一只无名小塔，李长寿用作了本体防身之用。但是自己人生第一件后天功德灵宝级的宝物，竟然是天庭姻缘殿中挪出来的相思宝树。刚想退出红爹界，就被玉帝的赏赐打了脸，这找谁说理去？此处海神庙地下某个被阵法包裹的小型密室中，李长寿的指导人捧着那一只盆栽，坐在那儿一阵的哭笑不得。真别说啊，上辈子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有一位一看就是江湖骗子的算命先生，拿着手机算卦软件，逮着他就给他卜了一卦，说他呀总有穿上大喜红袍的那一天。
为了破除迷信思想，李长寿上辈子准备结婚的时候定制纯黑燕尾服，虽然最后也没能用上吧。没想到这一天似乎真的会到来，但他不是什么新郎，而是候补小月老。倒也颇为有趣。李长寿看着这只相思树，略微有些犹豫。这个东西也不能直接拿来给本体用，拿来也没有太大的用处。难不成御敌时记起相思宝树，催发一根根树枝对着对方一阵猛扎，然后让对方怦然心动，化干戈为玉帛？不是，化干戈为玉榻。这个方法本身倒是不错。斟酌一二，李长寿决定将此物放在安水城中，用来镇压自己的海神教气运。虽然只是后天功德灵宝，但是蚊子腿再细，那也是没这不重要，聊胜于无嘛，大小且不论，有总好过没有。李长寿控制着这一只指道人，施展土遁，朝着安水城地下而去。钻至安水城海神主庙方圆10里之地，指道人突然开始不断的绕路，遁过了一条堪称18弯的隐藏路径。不多时，指道人抵达地下10层的某处，熟练地开启了一连串的禁制。指道人又从老神仙的外皮恢复成了厚厚纸人的模样，斜挎着布包跳入了一处石缝，石缝之内别有洞天。里面有一处3丈见方的院落，就像是一座有着严密程序的纸工厂，被一层层精致的阵法包裹着。这就是李长寿在外所设，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指道人库。2排小屋子中叠放着一只只厚纸人，总体数目无法详细统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被注满仙力的指道人送到此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被赋予了简单命令的原版神通纸人，在此地扫地、巡逻、防火、防盗。